蓝胖子化身容嬷嬷，对着各种东西就是1针、2针、3针，99、81针后，小夫的家被清空了。这年头，强盗都可以这么明目张胆了吗？一大早，胖虎就拉着众人集训棒球，大雄真是压力山大。这时，一辆小轿车缓缓停在了空地，胖虎上前力争，可周围停车场都满了，棒球只能原地解散了。虽然逃过胖虎这一劫，但乱停车还是让大雄很困扰。此时的老爸又因为自己才200斤，背不动高尔夫球袋而犯愁。蓝胖子急着伸出援手，笑眯眯地拿出抽出厚度针，对着球袋就是1针，球袋瞬间泄了气，给老爸哑眉呆住了。我这用私房钱买的高尔夫球具啊！但其实只要撒上些水，就可以完美复原。大雄的商业头脑立马上线，用吃不完的铜锣烧当诱饵，想要借针。蓝胖子虽预感不妙，但为了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地方停车，顺便为了铜锣烧，蓝胖子决定那必须借。两人来到空地，蓝胖子就是1针，这下车变成了2维车。两人刚将车铺在水泥管上，又来了辆50红光。大雄也是童叟无欺，只要10日元。这下市场打开了，大雄赚得盆满钵满。为了铜锣烧，两人也是批发出了小宇宙，钱也赚够了，就该去实现铜锣烧自由了。两人倒是挺高兴的，可小夫却满脸抽揉。人家本来要带着法国高档料理，坐着老哥的超跑去赏红叶呢，可老哥临时放了自己鸽子，那只能自己吃独食了。大雄两人也不客气，直接决定帮小夫吃光法国高档料理，毕竟粒粒皆辛苦嘛。蓝胖子觉得美食必须配美景，拿出针就一顿狂扎。在小夫惊恐的表情中，大雄对沙发下手了，还不忘带上电视，给小夫心疼毁了。这可都是法国高档货啊！这种好事必须得喊上媳妇儿。可就是这么巧，胖虎路过就要喊上3人去当陪练，吓得3人嗷的一嗓子拔腿就跑。追逐中，胖虎不慎被扎，变成了南海纸，落在了地上。这时静香来了，不知道就的静香把胖虎卷了起来，放进背篓。蓝胖子掏出任意门，众人向着美景出发。众人把家具铺好，蓝胖子辛勤耕耘，家具全变回了原形。蓝胖子从背篓中拿出食物，无意间掉落了胖虎，撒上水，大餐就完成了。就在众人要开吃时，小夫膀胱一扫，发现了桌下的胖虎，误以为是海豹，对着胖虎就是一通涂鸦。完事儿了，还不忘送上陈年老脚。可下一秒，他就意识到这是如假包换的真胖虎，二话不说就卷了起来。蓝胖子以为还有甜点，大雄打开一看，又默默地卷了起来。一阵妖风吹过，直接送了胖虎一波5星级高空赏景服务。可爱的小鹿还给胖虎加了把劲，皮糙肉厚的胖虎落在草丛上，又被松鼠当成了磨牙棒。还有万猪奔腾来给胖虎争场面，胖虎再次飞起，落入了河中，恢复了真身。此时的胖虎脑中只有3个字：复仇。静香觉得胖虎没来真可惜，可能静香的嘴今天贴了金，说胖虎胖虎到。3人连忙无比热情地上前邀请胖虎，可胖虎现在只想当一拳超人。天空突然下起雨来，蓝胖子预感大事不妙，回到空地就看到了跌成罗汉的停车场，前有车主，后有胖虎，大雄该如何逃过此劫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传说中有一个潘多拉魔盒，魔盒里住着恶鬼，而盒子会诱使捡到盒子的人打开盒子放出自己。那么恶魔会重获自由吗？女帝老妈怒气拉满，只因大雄得知体美劳全都靠零蛋，老妈这脸是丢光了。一番教育还算有效果，大雄决定发愤图强，雄赳赳气昂地坐到桌前。蓝胖子估算按这架势，今天怎么不得学个3小时？可大雄满脑子想的都是媳妇儿，还没学就要开始休息，瞬间就去见了周公。蓝胖子一看表，刚好30秒。大雄无能垂着小脑袋，只怪自己意志力薄弱，希望蓝胖子可以拯救下自己。蓝胖子掏出潘多拉魔盒，蓝胖子套路大雄按下按钮，按下的瞬间，大雄感觉我自己都不是我自己了。而这之后的24小时，大雄是绝对不允许打开盒子的，因为盒子里住着大怪兽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只要不打开不就安全了吗？可大雄还是太单纯了，盒子的手段可多着呢。如果能坚持24小时，大雄就是意志力猛男了。蓝胖子认为大雄200%会打开盒子，转身就出门约会去了。被蓝胖子小瞧，大雄都快气炸了。可你看这盒子，它又亮又闪。大雄拿起盒子就要打开，可刚打开一角，大雄就意识到这是被盒子套路了。
大雄决定用漫画打发时间。这时，一头独角仙到访，大雄眼疾手快，抓了虫子就要拿盒子装，满满的套路让大雄防不胜防。独角仙也趁机跑路了，就连大雄睡个觉，身体也会旋转翻腾10086度。来到盒子旁，睡眼朦胧的以为里面装着美食，还好大雄一个机灵，把盒子关进了抽屉里。这时，静香来找大雄要邮票了，大雄翻箱倒柜，到处寻找，差点又把盒子打开了，嗷的一嗓子冲出房间，说一会儿给静香送去。不安的回到房间，大雄有了个新想法，盒子扔家里，自己出去玩。正好邮票也不请自来，大雄决定去找媳妇儿，可盒子却不慎掉入背包，被大雄一起拎走。可大雄刚走出家门没几步，就遇到了3头1米高的恶鬼，吓得大雄拔腿就跑。可前方也有恶鬼蹦迪挡路，大雄往回逃窜，又撞到了烈焰红唇大佬和南瓜怪。小夫再次上演我老爸有个朋友系列，要去电视台参加万圣节派对，看着散落在地的东西，竟然还有这盒子，眼看胖虎就要占为己有，大雄连忙好心相劝，这盒子里住着大怪兽呢。但这更勾起了胖虎的兴趣，眼看胖虎就要用拳头说话，大雄觉得不如直接坑2人，邪魅一笑，把盒子双手奉上。眼看胖虎就要徒手开盲盒了，可小夫却是个机灵的，让大雄亲手开。面对被恶鬼吓死和被拳头打死，大雄选择走为上计。大雄来到静香家，随手拿出了盒子，静香还以为是送自己的，可看着大雄尴尬的满头大汗，静香只好借口去拿吃的。大雄刚要吃媳妇做的爱的小面包，静香又好奇的要看盒子。听着静香如彻魂咒的声音，大雄不受控制的把手伸向了盒子，眼看就要功亏一篑，大雄终于清醒，连媳妇儿都不要了。在路上又遇到了警察，大雄手中的盒子竟跟珠宝店被盗的珠宝盒一模一样。大雄深知这绝对又是套路，转身就跑。回到家，大雄把盒子五花大绑放进仓库，却被老妈抓个正着。老妈坚信这盒子里装的绝对又是成吨的0分考卷。面对要进化成究极体的女帝老妈，大雄觉得鬼不鬼的一点都不可怕了。那么小伙伴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不打开盒子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人在家中坐，怪兽眼前来，看似安全的宇宙大冒险，为何机器会原地爆炸了呢？看着宇宙飞船大战星际怪兽的漫画，让大雄兴奋的鼻子直冒烟。好奇宝宝蓝胖子上前一看，宇宙大冒险，预感不妙的蓝胖子就准备开溜，可该来的总会来。就算大雄还没开口，蓝胖子都知道他要宇宙冒险。可宇宙中不仅没空气，还超高温，甚至还有大怪兽。就大雄这小胆量，见到怪兽估计直接嘎嘣。大实话虽没错，但太伤人了。蓝胖子只好拿出火箭操纵训练器，然后拿出配套的飞碟，只要坐到操控室内，就会变得像在宇宙探险一样。从飞碟中看到的景象会自动在屏幕上切换成宇宙的画面。蓝胖子一声大喊，飞碟缓慢升起，画面也变成了悬崖峭壁。蓝胖子推动拉杆，朝着岩壁进发，眼看就要撞上了。老司机蓝胖子一个旋转，化险为夷。大雄打开房门，岩壁间也出现了新道路。可蓝胖子自娱自乐，看到大雄特眼馋。大雄坐上驾驶舱，操控着飞碟穿越神秘隧道。蓝胖子好心劝说大雄稳点开，可就大雄这技术，只干碎玻璃已经算轻的了。蓝胖子吓得是大汗淋漓，因为飞碟损坏了的话，操纵室也会跟着一起爆炸。为了活命，大雄拉升飞碟高度，来到屋顶，远远看到一头怪兽，靠近观察，差点被当作午餐肉。那么这头怪兽的真身是什么呢？大雄又远远看到一个洞穴，一路飞行，洞内竟是一片湖泊，还生活着一头粉嫩嫩的怪兽，而它的技能就是泼水。静香都傻眼了，外星人也缠我身子吗？逃出升天，大雄决定来波技术流低空飞行，一路旋转跳跃。我闭着眼，画面突然一黑，外星爱好者小夫终于抓到真飞碟了。此时的小夫在大雄眼中就是个绿毛怪。大雄脚踩油门想开溜，可这点动力完全逃不出1米大高个小夫的魔爪。小夫一句芝麻开门，就要带着大雄进入恶魔城堡，而简单的鸟笼也变成了吃人的密室。蓝胖子让大雄使用机械手臂按动按钮，飞碟长出2只小爪子，靠着一手漂亮的引体向上成功逃脱。可大雄想的太简单了，穿过火箭室来到怪兽标本区，大雄生怕自己也被煎炒烹炸煮炖焖做成标本。此时小夫带着老妈来见证历史了，
可只剩破碎的鸟笼。大雄趁机逃走，穿过层层堡垒，却被大门挡住了路。来到客厅，四处都是巨型玻璃，就连浴室、厕所也是门窗紧闭。这时，一头猛兽拦住了去路，大雄玩命逃窜，可怪兽步步紧逼。情急之下，大雄来到了厨房，怪兽一个信仰之跃，打翻了罐子，把自己熏的都不走寻常路了。蓝胖子分析，罐中的很有可能是鹤顶红，一个全新的逃脱计划随即而生。小驸马上一秒还在嘲笑是儿子在做白日梦，可下一秒就看到了真飞碟，一路猛追，两人双双被大雄骗进了作战室。大雄一波鬼关门，而后就是一波胡椒面攻击。老妈眼看顶不住生化武器，只能打开了窗户。大雄终于成功逃脱，重获自由的大雄本准备回家，可前方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城堡，还闪着金光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大雄这次赚大发了，可金银财宝中突现大棒怪兽，轻轻一棒就把大雄两人打得原地爆炸。如果凶手是胖虎的话，那满地的金银财宝会是什么呢？